2023年的最后一天，美国中央司令部发帖表示，当天早晨6点30分左右，正在红海执行护航任务的艾森豪威尔号航母编，在接收到一艘商船遭到胡塞武装登船拦截时，果断出动了航母和护卫驱逐舰上的海鹰直升机，与胡塞武装展开了交火。海鹰凭借强大的机载火力，击沉了胡塞武装3艘小艇，有效保护了商船，向外界展示了美国护航红海的决心。美军还表示，这是海鹰服役40年来首次摧毁小型船舶。此事一出，引发了全球媒体的广泛关注。火力军也在这里带大家领略一下海鹰直升机的风采，看看它究竟有什么能耐，能成为全球数量最多的舰载直升机。冷战时期，为了对抗苏联强大的潜艇部队，并满足海上支援、搜救等需求，美国一直很重视舰载直升机的开发工作，推出了 SH-2 海妖、SH-3 海王、MH-53E 海龙等一系列优秀的舰载直升机。但在70年代，当美国海军试图在直升机上加装轻型机载多用途系统平台时，他们忽然发现海军的直升机中没有任何一款能够满足这种需求。美国海军参考了当时贝尔、韦斯特兰、卡曼等多家公司提出的方案，均没有得到满足。最后，他们将目光盯在了陆军使用的 UH-60 黑鹰直升机身上，试图为海军打造一款类似黑鹰的通用直升机。就这样，从1978年开始，西斯科基参考黑鹰的设计蓝本，为美国海军打造一款新产品，这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 SH-60 海鹰直升机。尽管海鹰采用了大量运用于黑鹰的设计元素，二者保持了 83% 的共同部件，但它也有许多不同之处。为了适应海上作业的环境，海鹰的门舱、起落架和发动机都进行了更换，具备主旋翼尾翼折叠的能力，机身材质抗岩石的能力也更出色。在黑鹰服役5年后的1984年，它的海上兄弟海鹰也诞生了第一款在美军服役的型号，即 SH-60B。作为海鹰的基础版 ，SH-60B 为日后一系列海鹰家族成员奠定了发展基础。这款直升机空重约 6.85 吨，最大起飞重量 10.4 吨。其机舱内部除开操作人员之外，还可以容纳5名成员，或 1.9 吨左右的货物。机舱外还可以吊送 2.7 吨的货物。它的发动机则采用的是2台通用电气公司生产的 T700 涡轮轴发动机。这种发动机的单台起飞功率可以达到1410千瓦。是包括 H-1W 超级眼镜蛇、SH-2G 海精灵在内的多款直升机都在使用的产品。它采用4叶主旋翼和4叶侧旋翼的布局，最高飞行速度可达146节，也就是每小时270公里，续航里程高达830公里。美军从一开始给它的定位便是水面战和反潜战平台，为此它安装了包括拖曳式磁翼探测器、APS-124 水面搜索雷达、ALQ-142 电子支援测量系统，机载前视红外炮塔、声纳浮标在内的多种传感器。这里面磁翼探测器可以通过观测潜艇活动时对磁场产生的微小变化，从而搜寻潜艇的信息。声纳浮标则可以从直升机空投到水面或者水下，通过浮标内的水听器或主动发射低频声波，或被动接受声波信号，监测一定区域的水下情况。然后再通过浮标上的无线电发射器将搜索到的信息传送给直升机。SH-60B 一次可携带25个声纳浮标，这些声纳浮标和磁翼探测器是海鹰最主要的搜潜设备。海鹰携带的 APS-124 雷达，它被安装在直升机前部机身下侧的雷达罩中，主要在 X 波段工作，既可以进行水面快速搜瞄监视，也可以进行中长距离搜索，最远探测范围可达296公里。主要用来侦测水面舰艇以及低空飞行器。至于 ALQ-142 系统，则可以在增强直升机的态势感知能力的同时，提供电子支援服务。在执行水面打击任务时， SH-60B 可以携带包括一门重机枪、4颗 AGM-114 地狱火导弹或2颗 AGM-119 企鹅导弹。这其中，重机枪主要用来对付近距离目标，导弹则用来对付船只。而在执行攻潜任务时，海鹰则可以使用 MK46、MK50 和 MK54 轻型鱼雷，对敌人潜艇造成致命打击。
从1984年服役以来，美国海军已经采购了181架 SH-60B， 这也是海鹰家族中数量最多的一支。海鹰服役后没多久，美国海军就展开了替换 SH-3 海王直升机的计划。于是希斯科技公司从1985年开始在 SH-60B 的基础上开发出了专注于反潜的 SH-60F。与通常部署在驱逐舰和护卫舰上的 SH-60B 不同的是， SH-60F 主要是部署在航母上，负责航母编队的反潜工作。它拆掉了 APS-124 雷达和磁翼探测器，更换了反潜电子设备，转而加装了一具 AN/AQS-13 吊装声呐。这种吊装声呐可以在直升机悬停时放入水中，一直延伸到137米深的水域，通过被动接收水下声波讯号或者主动回波搜集水下信息，其方位差小于3米，水下测距误差范围小于45米，比 SH-60B 的搜潜范围更大，适合执行广域反潜任务。此外， SH-60F 还增加了燃油携带量，即便在燃油只剩 10% 的情况下，它依然可以在空中再工作4小时。美国海军后来采购了76架 SH-60F， 这些专职反潜的海鹰直到2016年才全部从美军的作战序列中退役。作为一款通用直升机， SH-60 还具备强大的搜救潜力。美国海军和海岸警卫队在1989年以后还得到了至少42架 HH-60H， 该版本的海鹰侧重于战斗搜救，因此也被人称为救援鹰。它配备了包括 ALQ-144 红外干扰器、ARV-2 激光探测器、AAR-47 导弹发射探测器等在内的多种探测设备，并通过安装引擎排气扇减少了散发的红外热量，在驾驶时更加安全，也更方便搜寻水上和陆上人员。当然，救援鹰的武器系统依然非常可观，它仍然保留了携带4颗地狱火导弹以及舱门重机枪的能力，很适合拯救那些身处危险战区的人员。它还经常被美军的特种部队用作突袭和支援平台，在美军驻伊拉克期间非常活跃。这3款冷战时期的海鹰在全球各地广受好评，收获了来自西班牙、澳大利亚、日本、泰国等多个国家的青睐，让希斯科技公司赚得盆满钵满。冷战结束后，为了更好适应新时代的需求，希斯科技并没有放松对海鹰的开发工作，而是继续推出了 MH-60R 和 MH-60S， 大幅度挖掘了海鹰的潜力。这里面 MH-60R 的定位是联合多用途舰载直升机，是一款强调能执行多样化任务的海鹰。它大幅度更换了 SH-60BF 的机载设备，让其加装了包括集成红外摄像头、AAS-44 光电系统、ALQ-210 电子支援系统、AN/APS-147 合成孔径雷达在内的大量先进电子设备，以便加强它的感知能力和数据处理交换能力，使之同时处理多目标的功能得到提升，能与其他水面舰艇形成更完善的作战网络。尤其是在反潜方面，它实现了磁翼探测器、声呐浮标加吊装声呐同时具备的设想。要知道，以往美军的海鹰不能同时搭载这3种搜潜设备。有意思的是，它的驾驶舱也实现了玻璃化，让飞行员能够更方便地操作直升机。凭借更加先进的航电系统和更出色的通用能力，美军在2006年以后用 MH-60R 逐渐替换了款式较老的 SH-60B 和 SH-60F。如今 MH-60R 已经成为了美国海军最主要的舰载直升机。至于 MH-60S， 它的定位是取代 CH-46 海骑士，承担海上运输的任务，因此被称为骑士鹰。骑士鹰和 MH-60R 一样配备了大量先进航电设备，拥有一样的玻璃化座舱，并能携带和后者一样的水面战武器。它主要在舰队中执行垂直补给、水面战、警戒搜救和侦察工作。值得一提的是，美军第5舰队的骑士鹰还配备了激光水电探测设备，可以承担以往由 MH-53E 海龙负责的反水雷任务。MH-60S 和 MH-60R 在海外也得到了包括丹麦、日本、印度、韩国在内的大量用户订单。公开资料显示，从1984年海鹰在美国服役以来，全球各地生产的海鹰数量至少已经有938架，是世界上生产数量最多的舰载直升机，以至于美国海军都一度认为海鹰的库存实在是过剩了。
其实海鹰之所以会有这么庞大的规模，一方面是因为美国和其他国家的大量订单，另一方面则与日本有关。日本军工巨头三菱重工在上世纪90年代获得了西斯科技的批准，前后推出了 SH-60G、SH-60K 和 SH-60L 3款海鹰，以便满足日本自卫队执行海上多样化任务的需求。这其中 SH-60G 绰号松鸦鹰，它以 SH-60B 为蓝本开发，只不过它的很多电子设备换成了日本本土制造的产品，其携带的声呐浮标也从 SH-60B 的6个增加到了12个，而且还加装了磁翼探测器，反潜能力比 SH-60B 更强。SH-60K 和 SH-60L 则是松鸦鹰的升级改装版，增加了机舱容量。不过 SH-60K 侧重于将增加的舱内空间用于运输和搜救， SH-60L 则更换了大量电子设备，提升了直升机的导航、下视、海上监视和无线电传输能力，让海鹰变得更加信息化。需要注意的是，近年来美国依然在努力发掘海鹰的潜力。美国海军此前曾表示，海鹰将会在海军的作战序列中再服役至少20年。且随着近年来电子技术快速进步，许多电子元件的体积越来越小，功耗更低。这些电子元件安装在海鹰上，往往能发挥比之前更好的效果。比如，美国海军在2023年12月宣称要为海鹰加装 AN/LQ-248 电子支援系统。这款新设备既能像传统的电子战吊舱那样对来袭的导弹实施干扰，也能制造虚假目标，引诱导弹离开原先设定的目标。同时，它还可以提供通讯中继和电子监视服务。这意味着，一旦这些海鹰分散部署，美军理论上不用发射昂贵的防空导弹去拦截敌方飞行器，只需通过电子欺骗就可以很经济地看到敌方飞行器偏离目标，解除对舰队的威胁。这对于时常需要应付廉价无人机、老旧导弹的美军来说非常划算。不仅如此，美国还计划在未来给海鹰加装 AGR-20 制导火箭弹。这种火箭弹增加了激光制导元件，打击时的误差范围小于 0.5 米，重量仅比传统的九头蛇70无制导火箭弹增加了4公斤，射程也可以达到11公里，是未来美军进行水面低烈度作战的利器。总之，海鹰服役40年来，已经在一系列活动和推出的各种版本中展现出了优秀的通用性，是一款非常成功的经典直升机，且未来大有可期。好了，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。关于海鹰直升机，如果你有更好的想法和意见，请在评论区留言。我是火力军，下期节目再见。